奇怪，他们为何迟迟不出手，连话都不说？很快的，楚氏天族的众人也是注意到了青羽妖族的怪异举动，他们能够看到粉野妖族脸上那憎恨的表情，以及那恨不得将他们扒皮抽筋、满是杀意的目光，也能够看到青羽妖族族人对他们的藐视以及不屑的态度。可他们却无法理解，既然粉野妖族以及青羽妖族就是来收拾他们的，为何又在不立刻出手，甚至一语不发？面对青羽妖族这怪异的举动，楚氏天族的众人反而越发的不安起来。快看，那不是楚弘毅吗？忽然有人惊呼出声，他们看到了楚弘毅三人快速的飞掠而来，并且加入到了青羽妖族与粉野妖族的队伍之中。他们是疯了吗？对于他们三人这个举动，楚氏天族的众人十分费解。在青羽妖族与楚氏天族的敌对关系下，他们三人这简直就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自寻死路。不对，你们看他们腰间的令牌。不过很快的，便有眼尖的人注意到了楚弘毅第三人腰间的令牌。这三个家伙，他们竟然……这一刻，楚氏天族的众人可谓是又惊讶又恼火。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楚弘毅三人腰间的令牌已经不再是楚氏天族的令牌，而是青羽妖族的令牌。这说明楚弘毅他们三个已经投靠了对方，背叛了楚氏天族。楚弘毅，你们三个疯了吗？猛然间，一声无比愤怒的声音自楚氏天族的人群之中炸响。这个声音竟是来自楚平。此刻楚平不仅一脸怒容，他更是气得瑟瑟发抖。他早就知道楚弘毅三人混账，但他却没有想到楚弘毅三人竟然混账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竟然舍弃了楚氏天族的令牌，带上了他族的令牌，这简直就等于丢弃了楚氏天族族人的身份。这是背叛，这是叛族，此乃叛族大罪。这种事情楚平无法接受，同时也无法容忍。楚平，我们并没有疯，就算有人疯，那疯的也是你们，是你们先背叛我的，所以也就休怪我楚弘毅了。况且我劝过你们不要与粉野妖族为敌的，可是奈何你们不听啊，所以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吧，是你们做错了选择，你们也应当承担这事情的后果。今日的一切，你们皆是咎由自取啊！楚弘毅对楚平等人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丝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就宛如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楚平等人遭到青羽妖族的折磨与讨伐了一般。你们，枉费之前还把你们当作同族兄弟，我楚平真是瞎了眼。此刻，楚秉气的脸色涨红，他真的是气坏了，不仅气坏了，他的内心更是凉透了。如果说之前同族之人的话语还无法打醒楚平，那么此刻他终于醒了，他终于明白楚弘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打醒楚平，让楚平明白楚弘毅他们真面目的不是别人，正是楚弘毅三人。只不过面对楚平的斥责，面对诸位同族怨恨仇视的目光，楚弘毅他们却是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对楚平等人本就没有情感，他们的眼中只有利益。至于所谓同族，所谓亲人，也只不过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当这些工具对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甚至让他们不爽之后，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毁掉对方。这种人便是真正的败类，而楚弘毅三人刚好就是这样的败类。只是眼下楚弘毅三人心中也有不解，他们不解的是青羽妖族为何不对楚风他们出手。虽然不解，但他们也不敢询问，只因他们对青羽妖族的恐惧。但是无所谓，因为他们知道楚风等人今日死定了。在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竟有一队人马自远处飞掠而来，那是一群人身兽首的妖族族，他们体型巨大，身高3米有余，不仅身材壮硕，居然还长着一颗狮子的头颅，并且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烈焰的炙热气息。此乃烈狮妖族，与粉野妖族一样，乃是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烈狮妖族出现后，便赶忙来到青羽妖族之前，与龙虎兄弟打过招呼之后，便整齐地站在了青羽妖族的身后，并且开始用嘲笑以及看热闹的嘴脸打量主城内的楚氏天族等人。而在烈狮妖族之后，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各方势力到来，大部分都是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但也有一部分是驻扎在附近的势力。正所谓人多嘴杂，当越来越多的人到来后，楚氏天族的族人也终于听到了一些声音，也明白了青羽妖族的目的。搞了半天，青羽妖族来到此处却不对他们出手，是有所计划的。他们是在等待着这些势力的到来，而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他们是想当着这些势力的面教训楚氏天族。他们这是要杀鸡儆猴，当着众人的面立威。楚氏天族，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了吧？终于，青羽云龙开口了。他这一开口，楚氏天族的众人顿时心中一紧，甚至不少人被吓得连脸都变了。该来的总会来，而现在他们的浩劫终于来了。但是就在众位楚氏天族的族人被吓得瑟瑟发抖之际，一道声音却是猛然炸响。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还真不知道，不如你们说说。这道声音不仅响亮，还充满了戏谑之意。而说此话的不是别人，自然便是楚风。开口之后，楚风便纵身而起，落在了主城的城墙之上，用那充斥着一抹笑意的目光看着青羽妖族的众人。你便是楚风？青羽云龙开口问道。既然你都知道，又何必多此一问呢？楚风说道。你这家伙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青羽云龙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而眼中则是涌动的怒火。楚风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顶撞于他，这让青羽云龙甚是不爽。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吧？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青羽云龙身后的一道身影。楚风不是别人，正是在那岩洞之中被楚风狠狠教训过的青羽凤鸣。楚风，你以为你今日面对的是谁？你今日面对的可是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两位大哥，他们两位可都是5仙境的强者。今日你就算跪地求饶也是没用，你必须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青羽凤鸣咬牙切齿地说道。当日楚风对他所做之事，已然让他对楚风恨之入骨。
本以为今日带着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来此复仇，楚风会吓得屁滚尿流，可是没有想到，楚风从始至终都是一副有恃无恐、毫无畏惧的模样，这让青羽凤鸣越发的不爽。而他觉得楚风之所以如此，想必是不知道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的厉害，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特意提及了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的实力。只是对于青羽凤鸣的这番话，楚风却是耸了耸肩，以一副很是无所谓的姿态说道：“我知道他们是武仙，可是那又如何呢？”这一刻，莫说青羽凤鸣一脸的铁青，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诧异，哪怕躲在暗处的东郭兄弟，也都是被楚风的话所惊到了。此时此刻，大部分人心中都是一个想法：莫非这个楚风真的不怕死吗？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谁给你的这个勇气，竟然敢如此目中无人？青羽凤鸣指着楚风，气得脸色铁青，他的是被楚风给气坏了，他要的是将楚风吓得屁滚尿流，唯有那样才能解气。可是楚风他偏偏软硬不吃，哪怕面对龙虎兄弟也能从容自若，这让青羽凤鸣难以忍受，甚至不知该如何是好。凤鸣弟弟，这种人不必与他斗气，接下来交给我们便好。青羽云龙面带着笑意的拍了拍青羽凤鸣的肩膀，随后他将目光投向楚风，眼中尽是冰冷之色。楚风，我知道你是何来头，而你也的确是来头不小，可就算你父亲是楚轩辕，但你欺凌了我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我也绝对不会饶过你。青羽云龙此话乃是说给那些附属势力听的，是想让他们知道，跟着他青羽妖族绝对不会受欺负，哪怕是楚轩辕之子也是不行。而果不其然，听过青羽云龙的一番话后，那些附属势力都是一脸的知足，觉得选择跟随青羽妖族简直是再对不过的选择。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若不是楚风之前便冒犯过了青羽妖族，青羽妖族可不会管焚野妖族的这件事的。似是感受到了众人的反应，青羽云龙的嘴角不由扬起得意的弧度，再度看向楚风，便准备发狠话。谁曾想他还未开口，楚风便说话了：“别废话了，想如何便直接来吧。废什么话啊？墨不墨迹啊？你们是娘们吗？”楚风问道。你这家伙！楚风此话一出，青羽云龙嘴角那刚刚扬起的弧度，顿时被愤怒的弧度所期待。不仅是当楚风此话说出后，就连楚氏天族的族人脸色都青了。他们不理解，楚风不服软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激怒青羽云龙他们？楚风，我觉得凤鸣弟弟说的很对，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本来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你和你的族人，但是现在我要让你从此不能再说猖狂之话，只能说风言风语。我要反复摧毁的你肉身，撕裂你的灵魂，让你从此疯癫为人。青羽云龙此话说完，那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这一刻，莫说是主城之外的人，就连主城之内的楚氏天族族人也能感受到那威压的恐怖。他们都吓坏了，都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那威压的声势虽然能渗透进来，可实际上根本就伤不到他们。不因别的，只因那座强大的守护阵法已被楚风开启了。所以楚风依旧淡然自若，因为他能确定青羽云龙的实力无法攻破那威压，自然而然的也就难以伤他分毫。这个混账！青羽云龙原本以为当自己释放出威压之后，楚风会面露金色，可是没想到自己的威压已经释放而出，楚风竟依旧面不改色，这让他很不平衡，越发的愤怒起来。盛怒之下，青羽云龙意念一动，他的威压便发生了变化，那不再只是简单的威势，而是化作了实际性的攻势。这攻势只针对楚风一人，如无形的千军万马向楚风攻了过去。可是就在那威压靠近楚风之后，一声巨响却忽然自楚风身前传来。与此同时，青羽云龙的威压也被轰散开来。这一幕让人大为吃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而此刻最先反应过来的倒是青羽云龙，毕竟是他的威压，所以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是有人出手将他的威压轰散了，这让青羽云龙更加的愤怒了。盛怒之下，青羽云龙大声喝道：“是谁？给老子滚出来！老子青羽云龙，什么时候起你都以老子自称了？”忽然一道声音自那威压被轰散的地方响起，紧接着两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那是看到那两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莫说青羽妖族以及焚野妖族等众位势力的人，就连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也是一脸的吃惊，因为这两个人便是在整个祖武修行界东域都大名鼎鼎的存在，东郭双雄。天哪，竟然是东郭双雄！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先前击散青羽云龙威压的就是他们为何要出手？不是说东郭天族已经与楚氏天族分道扬镳，再无瓜葛了吗？当东郭双雄现身之后，青羽妖族以及焚野妖族等势力之中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众人议论纷纷。他们都很清楚东郭双雄的实力，这可是与龙虎兄弟齐名的存在，有他们两个在，想要收拾楚风他们还真是不简单了。难怪楚风弟弟如此自信，原来他成功的得到了东郭天族的原谅，东郭天族愿意帮我们了。此刻楚平也是激动不已，就好像终于知道了楚风那自信的原因。可是他却没注意到，当东郭双雄出现之后，就连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惊讶之色。若不是众人的议论，楚风甚至都不知道眼前的二人究竟是谁，就更别说他们为何要帮自己了。难怪楚风如此的有恃无恐，搞了半天请来了你们两个。青羽云龙此刻很是不爽，因为当发现的来者是东郭双雄之后，连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有点棘手了，至少他想亲自收拾楚风的想法他是很难实现了。然而当听过青羽云龙的话后，东郭双雄的心中却是非常的委屈，暗道我们两个乃是暗中守护，楚风他们根本不知道啊，鬼知道那个楚风为何如此的淡定。既然大家已经心中有数，那我们也就实话实说了，从今日起
我东郭天族与楚氏天族恢复联盟关系，谁若是敢动楚氏天族，那便是与我东郭天族过意不去。我东郭天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东郭双雄的老大以响亮的声音说道，他这话语之中充满了威慑之意。果不其然，他此话一出，除了青羽妖族之外的所有势力，包括出楚风恨之入骨的粉野妖族，皆是神色一动，眼中或多或少涌现出了忌惮之色。若只是楚氏天族，他们自然不会惧怕，但若东郭天族为楚氏天族出头的话，他们可就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了。毕竟这东郭天族、青羽妖族以及追魂明教，那可是祖武修行界东域内公认的最强的3大势力，所以东郭天族的实力是丝毫不弱于青羽妖族的。如粉野妖族这种势力，自然不敢与东郭天族过意不去。成功了，楚风弟弟，他果然成功了。我就知道，只要他肯出面，东郭天族一定愿意和解。这下我们有救了，难怪楚风弟弟如此的从容。此刻，楚平激动的不已，不仅是他，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也皆是如此。他们都很清楚东郭天族的实力，之前有东郭天族庇护的时候，谁敢欺他楚氏天族？现如今东郭天族再度庇护于他楚氏天族，还有谁敢欺负他们？并且东郭双雄的老大话中之意已经很是明显，恢复联盟关系。联盟2字已是彰显出东郭天族对楚氏天族的重视。粉野妖族等势力虽然皆是依附于青羽妖族，可他们只是附属势力，皆是青羽妖族的部下。但楚氏天族则不同，虽然也依赖于东郭天族的庇护，但他们却是平起平坐的同盟关系。从地位上来讲，这可是与粉野妖族他们完全不同的。喜悦之下，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都很清楚，东郭天族愿意再度庇护于他们，其实都是楚风的功劳。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楚氏天族的族人都感到高兴的。比如楚弘毅3人，此刻就是一脸的不爽。他们自然不爽，毕竟只要东郭天族愿意替楚风出头，那他们想要收拾楚风的难度可就大大增加了。东郭天族又如何？今日这楚风，我是教训定了，谁敢拦我，我就收拾谁。猛然之间，青羽云龙高喝一声，紧接着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2兄弟便同时拔空而起，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掠而来，口气倒是不小，那就试试看吧。见状，东郭双雄也是不甘示弱，身形一纵，便向青云兄弟的方向反掠而去。眨眼间，4位武仙境的高手便站在了一处，一时之间轰鸣四起，涟漪翻腾。他们4人所造成的威势可是相当的恐怖，但是通过4人的交手，楚风也是能够推断出来，虽然他们4人的确是武仙境界高手，但抛开一切手段不谈，只论真实修为的话，其实他们的真实修为也只是一品武仙罢了。双方可谓是老对手，所以这一出手便没有保留，纷纷施展出了各自最强的手段。然而一番征战下来，2者竟然是难分伯仲，这也就难怪为何东郭双雄与青羽兄弟齐名了，他们还真是难分高下。眼见着无法突破东郭双雄，青羽兄弟也是纷纷收手，退回了青羽妖族的人马之中。而见2人撤退，东郭双雄虽没有趁胜追击，但脸上却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总归是青羽兄弟先收手了。青羽云龙，就算你再想收拾楚风，可是今日只要有我们兄弟在，你们青羽妖族就别想碰他一根汗毛。东郭双雄的老大得意地说道。你说什么？只要你们东郭双雄在，我青羽妖族就别想碰楚风一根汗毛？青羽云龙问道。正是，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必须让你知道，我青羽妖族若要出手，你们东郭双雄是否拦得住了？青羽云龙说完此话，便忽然转身向身后鞠躬施礼，且同时说道：黎洛姑娘，看来这次还是要劳烦你出手了。青羽云龙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神色大变，莫说旁人，就连东郭双雄也不淡定了。这一刻，东郭双雄彼此互看一眼，眼中皆是涌现出了一丝慌乱。白黎洛是谁？他们岂会不知晓？那可是名震祖武修行界东域的怪物啊！若是青羽妖族真的邀请到了白黎洛的话，那莫说对楚氏天族不利，对他东郭天族来说也将是非常的不利。最后倒是东郭双雄的老大镇定地问了一句：早就听闻你青羽妖族在邀请白黎洛加入你青羽妖族，莫非你们成功了？东郭双雄的老大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想确定这件事。毕竟若是白黎洛真的加入了青羽妖族的话，那么他东郭天族就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了。成功了？你是听不懂人话吗？然而对于东郭双雄老大的话，青羽云虎则是讽刺的一笑，说道：黎洛姑娘不仅已经成为我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并且她现在就在此处。白黎洛他在此处。听得此话，众人顿时一片哗然。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感到惊讶，而楚氏天族这边则是一脸的惊恐。白黎洛声名远播，他的可怕甚至比整个青羽妖族都要更甚。这一刻，甚至就连东郭双雄的脸色也是变得不安起来，不因别的，只因白黎洛实在太强。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而听得众人的议论，楚风也是得知这个白黎洛是一个很可怕的角色。只不过相比于旁人的惊恐，楚风却是陷入了沉思，因为他总觉得白黎洛这个名字特别的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忽然之间，楚风目光一动，恍然想起在岩洞之内遇到的那个白发小女孩，好像就是叫做白黎洛。白黎洛，她也在。她真的来了吗？此刻最不安的自然便是楚氏天族的众人，他们许多人不仅被吓得瑟瑟发抖，更是冷汗连连，甚至有人连站都站不稳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整个东域就没有比这白黎洛更可怕的存在了。只是在楚氏天族大部分人都吓得不轻之际，却也有人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欢喜，这自然便是楚弘毅3人。
他们巴不得处士天族的众人遭受惩罚与折磨。当东郭双雄宣布东郭天族要护着处士天族之时，他们可真的是深深的捏了一把冷汗，生怕自己的心愿将要落空。而现在可好了，虽然青羽兄弟难以击败东郭双雄，可谁曾想竟然还有一个白黎洛在。白黎洛这个怪物若是出手，那可比青羽兄弟还要可怕得多。自然而然的，处士天族的众人也就惨得多。这正是他们所期盼的。黎洛姑娘，有劳你了。而此刻，青羽云龙则是再度对着白黎洛所在的方向施以一礼。当青羽云龙此话落下之后，在其所施礼的方向，空间便一阵颤动，紧接着一道娇小的身影便浮现而出。看到这个身影，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处士天族以及东郭双雄满眼的不安，而是粉野妖族以及楚弘毅等人则是满眼的兴奋，因为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看着很是可爱的白发小女孩，其实正是祖武修行界东域内大名鼎鼎且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怪物白黎洛。拜见黎洛大人。猛然间，有人高喝一声，紧接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大片人马伴跪在虚空之上，那是一伙势力。虽然与白黎洛并无交集，可为了拍白黎洛的马屁，他们不惜施以跪拜大礼。而在此之后，立刻有势力效仿，一时之间，大部分势力都对白黎洛施以跪拜大礼，哪怕没跪下的，也是抱拳鞠躬。在白黎洛的面前，这些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甚至明明知道白黎洛与他们乃是一伙的，可是他们也仍然对白黎洛有着深深的忌惮。黎洛姑娘，真是想不到再次相见竟然是在此处。说起来，我东郭天族与黎洛姑娘也是有些交情的，不知今日黎洛姑娘能否给分薄面，不要插手可好。白黎洛出现后，东郭双雄的老大赶忙开口，他不仅主动开口示好，那脸上也是挂着殷勤的笑容，语气之中也满是忌惮之意。而他越是这样，青羽兄弟以及青羽妖族的众人则是越发的得意，因为东郭双雄老大此举正是表明了他们对白黎洛的惧怕。可是谁曾想，东郭双雄老大开口后，白黎洛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如同没听到他说的话一样。白黎洛将目光投向了楚弘毅三人，你们三个是真心打算加入青羽妖族了吗？白黎洛问道。黎洛大人，我们是真心的。楚弘毅三人赶忙抱拳说道。那你们还是处士天族的族人吗？白黎洛再度问道。我们既然投靠了青羽妖族，那自然便与处士天族再无关系。楚弘毅三人同时说道。你们听得此话，莫说楚平，处士天族的所有族人皆是目露怒色，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弘毅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竟然真的敢背叛家族。但是相比于那些单纯愤怒的处士天族族人，楚风的眼中则是涌现出了一抹寒芒，那寒芒之中乃是杀意。哟，似乎有人动了杀念啊！就在这时，白黎洛忽然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背叛家族，此乃死罪。楚风毫不掩饰自己想要收拾楚弘毅三人的打算。如果说楚弘毅三人为了保命投靠青羽妖族道也能理解，但是先前当白黎洛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便脱口而出说他们不再是处士天族的族人，这说明处士天族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正因为不重要，他们才可以如此轻易的便舍弃处士天族族人的称呼。这样的族人，楚风觉得当杀。楚风，你觉得你今日能杀了他们三人吗？青羽云虎看着楚风，笑眯眯地问道。祖武修行界内无法杀人，但他们所作所为，我楚风绝不轻饶。楚风说道。好一个绝不轻饶！大家听到没有？这位楚轩辕之子可是发话了。来，让我们开开眼界，看看楚轩辕之子是如何凭借逆天只能在黎洛姑娘面前收拾这三人的。青羽云龙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嘲讽笑容，而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随之笑起，纷纷开始用冷嘲热讽来讽刺楚风的不自量力，甚至就连楚弘毅三人也是随之大笑起来。楚风啊，楚风，你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难道直到此刻你还不明白你面对的是谁吗？你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青羽妖族，还是黎洛大人。换做平日，也许我楚弘毅会怕你，但是今日我就站在这里，一动都不会动。我倒是要看看今日你能不能伤到我一根汗毛。楚弘毅指着楚风大声说道。对啊，楚风，你不是很了不得，很不可一世吗？有本事你就来收拾我们三个呀！对，你出手啊，我们就是叛族了，你能奈我们何？看看到底是你先倒霉，还是我们先倒霉？紧接着，楚弘毅身旁的两位族人也是开始对楚风冷嘲热讽。此刻的他们就像是找到了主人的狗，狗仗人势这四个字，他们三个可谓演绎的淋漓尽致。看到此般的楚弘毅三人，处士天族的族人气得脸色煞白，甚至许多人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始公开辱骂他们三人。就连楚平也是开口了。楚平此刻真是后悔当初那么信任楚弘毅，若是能给他一个重来的机会，他绝对不会再维护楚弘毅，因为楚弘毅真心不配做处士天族的族人。但是处士天族的族人越是愤怒，楚弘毅三人则越是得意，因为他们三个很清楚，如今的处士天族族人根本就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不怕离开祖武修行界后处士天族会对付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就算可以活着离开祖武修行界，可楚风他们也会变成疯子，而疯子说的话是没有人会信的。自然而然的，那个时候也就没人知道他们三个所做过的事了。天在做人在看，楚弘毅，你们会有报应的。楚平指着楚弘毅怒骂道，他被气得连声音都在颤抖。就算有报应又如何？能先看到你们死，我楚弘毅此生已经值了。楚弘毅冷笑着说道。而与此同时，那另外两人也是一脸得意的笑着。然而楚弘毅话音刚落，他便神色大变，且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叫。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他们惊愕地发现，原本还好好的楚弘毅三人，此刻竟然被捆绑在了一起，而捆绑他们三人的竟是一条血红色的绳子。不，
不是绳子，那是一条血红色的长蛇。这条血红色的蛇不仅将楚弘毅三人缠绕在了一起，它的鳞片还如针一般刺入了楚弘毅三人的体内，让楚弘毅三人痛苦不已。而人们最惊愕的是，那血红色的长蛇其实乃是一种仙法，而这仙法则是白黎洛的手段。白黎洛不是青羽妖族的克钦长老吗？为何要对楚弘毅三人出手？一时之间，众人满眼的不解。黎洛大人，您这是何意啊？楚弘毅更是强忍着疼痛，对白黎洛询问起来。哪怕他已被白黎洛的手段捆绑住，可是他对白黎洛说话的时候，仍是恭恭敬敬且小心翼翼。然而，对于他的问话，白黎洛却是理都不理，而是看着楚风，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既然你想废他们三人，那做姐姐的自然要满足你。”什么？姐姐？白黎洛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神色大变。此时此刻，无论是东郭双雄和楚氏天族的族人，还是青羽妖族以及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众人眼中的目光以及表情都彰显着两个字：震惊。他们不明白白黎洛为何会对楚风自称为姐姐。黎洛姑娘，你这是……此刻倒是青羽云龙率先开口了，他是想要通过自己的询问以解心中的疑问。对于青羽云龙的问题，白黎洛这一次倒并没有无视，他淡淡一笑，随后看向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一般的说道：“差点忘记告诉大家了，我的确已经加入了青羽妖族，现在乃是青羽妖族的克钦长老。”白黎洛此话一出，顿时让楚氏天族的族人以及东郭双雄眉头紧皱，因为白黎洛这番话明摆着就是说给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而眼下白黎洛这个青羽妖族克钦长老的身份，对于东郭双雄以及楚氏天族来说，可谓是非常不利的。身为克钦长老，也就等于是青羽妖族的一员，以他的立场，自然也就不可能对青羽兄弟与东郭双雄的纠纷而坐视不理了。可谁曾想，就在东郭双雄满心忧愁，不知该如何应对白黎洛的时候，白黎洛却是再度开口：“但是有一件事，我也需要让诸位清楚，这个楚风他……”白黎洛说这话的时候，将那白皙的小手指向了楚风，随后说道：“这个楚风他乃是我白黎洛的弟弟，若是有人敢与他为敌，那就是与我白黎洛过意不去，不管是谁，我白黎洛都绝对不会放过他。”什么弟弟？白黎洛此话一出，宛如惊雷炸响，莫说东郭双雄以及楚氏天族的众人一脸的不解，此刻就连青羽妖族以及焚野妖族等势力的人可就不淡定了。但要说此刻最为不安的，乃还是楚弘毅三人。当白黎洛此话说出之后，他们似乎终于知道白黎洛为何会对他们出手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身处的境地是多么的不妙。而今日在场之中，与我弟弟有过节的，似乎还是不少。白黎洛忽然将目光投向了焚野妖族，他笑眯眯地看着焚野妖族的众人，他的目光看上去是那般的天真无邪。可是被这样的目光看着，焚野妖族的众人却是一脸的紧张与不安。起初他们脸色煞白，但是很快的，他们便冷汗连连，浑身瑟瑟发抖起来。紧接着竟然有人转身便跑，以跪着的形态快速地向远处爬去。然而猛然之间，天地都是剧烈的一颤，下一刻，那些逃走的焚野妖族族人便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焚野妖族，你们可真是胆大滔天，不仅与我弟弟为敌，还找来青羽妖族做靠山。今日还好本姑娘在，否则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我若不施展一番手段，怕是你们真不清楚我白黎洛是什么人。白黎洛此话说完，便立刻大袖一挥，在其袖袍挥动之际，磅礴的武力便自其袖中肆意而出。眨眼间，金灿灿的武力竟然化作了血红之色，无数条血红色的长蛇凝聚而出，纷纷飞向了焚野妖族的众人，且将焚野妖族的众人紧紧地缠绕起来。这一次，那些红色的蛇不仅仅是缠绕着对方那么简单，一边缠绕还一边爬行，身上那宛如针一般的鳞片在刺入对方身体之后，还不停地滑动，将其肌肤挑开，将其筋骨割破。最重要的是，那长满了獠牙还散发着毒气的蛇口开始不停地在焚野妖族族人的身上撕咬起来。一时之间，撕心裂肺的惨叫不断传来，焚野妖族的族人露出了无比痛苦的面容。黎洛姑娘，你这是做什么？眼见着白黎洛竟然对焚野妖族的族人出手，青羽云龙赶忙开口询问。闭嘴，再敢多言，你便与他们下场相同。白黎洛忽然将目光投向青羽云龙，怒喝一声。而看到白黎洛的目光后，强如青羽云龙也是吓得身体一颤，将自己后面的话给硬生生的吞咽了下去。在此期间，白黎洛的袖口之中武力不断溢出，而那血色的蛇也不断凝聚，而凡是凝聚而出的血蛇也是不断的飞向焚野妖族的族人。人们能够亲眼看到焚野妖族的所有族人都被那密密麻麻的血色缠绕，连一丝肌肤都看不到了。虽然看不到，但他们却可以听得到焚野妖族族人那撕心裂肺的惨叫，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哪怕楚风也不例外。通过天眼，楚风能够看到那血蛇对焚野妖族的族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那绝对不是简单的肉体折磨，那更多的其实是灵魂上的撕扯，是精神上的折磨。而在血蛇的撕咬之下，焚野妖族众卫族人的哀嚎也开始从鬼哭狼嚎一般的响亮，变得渐渐微弱起来。终于，白黎洛大袖一挥，那些缠绕着焚野妖族族人的血蛇便纷纷消散开来。只是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却都是目光一动，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惶恐。焚野妖族的所有族人，包括焚野刚好在内，此刻浑身上下皆是面目全非，血肉模糊。准确的来说，他们身上的血肉已经不多了，就宛如挂着血肉的白骨，在地上蜷缩着，颤抖着。这哪里还像是强大的妖族族人？这简直就是一群遭受了酷刑之后的将死之人。你们全都听好了，在这祖武修行界内，不管是谁，只要敢与我弟弟为敌，那今日的焚野妖族便是他明日的下场。
就在此刻，白黎洛的声音再度响起，尽管他的声音依旧是孩子的语气，可是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孩子的声音，这乃是魔鬼的声音。事到如今，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这白黎洛他其实就是来帮楚风的。至于青羽妖族，也都被他骗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将青羽妖族放在眼中，深知白黎洛心中所想的青羽兄弟，虽然心中很是愤怒，可却也不敢说什么。该说的都说完了，全都滚吧！白黎洛挥手说道。而青羽妖族以及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早就被白黎洛吓得屁滚尿流。他此话一出，这些人就像是寻的了虎口脱险的机会一般，自然毫不犹豫的便逃走了，并且他们今日还明白了一件事：从今以后，在这祖武修行界的东域，与谁为敌都行，但绝对不能与楚氏天族的楚风为敌了。不因别的，有白黎洛这么一个怪物为楚风撑腰，谁还敢招惹他？今日的粉野妖族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眨眼间，聚集在楚氏天族主城之外的诸多势力全都离开了。主城外，除了东郭双雄，便唯有白黎洛以及被捆绑着的楚红义三人，不，还有粉野妖族的族人。但粉野妖族的族人现在已经丧失了神智，被白黎洛给活生生的折磨疯了。像你们三个这么不地道的家伙，本姑娘真想好好收拾一下你们。白黎洛将目光投向了楚红义三人。黎洛大人饶命！黎洛大人饶命啊！楚红义三人被吓得泪流满面，甚至其中一人裤裆湿了一片，他竟被硬生生的吓尿了。怕？怎能不怕？亲眼目睹粉野妖族的那些族人被白黎洛折磨疯后，楚红义三人怎能不怕？不过不管你们认不认，总归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所以你们的生死还是交给我楚风弟弟来决定吧。白黎洛此话说完，楚红义三人身上的红色便消散开来，但是三人并未脱困，而是无法自控的拔空而起，向楚风所在的位置飞掠而来。见状，楚风则是立刻解开了守护阵法，随后只见楚风一掌轰出，只听三道惨叫同时传来，楚红义三人便飞落在地。他们被楚风击伤了，但只是轻伤而已。你们三人的所作所为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虽然我很想收拾你们，但我觉得还是由你们的父母亲自收拾你们为好。记住，从今日起，你们已不是楚氏天族族人，滚吧！楚风挥手说道。听得此话，楚红义三人转身便逃，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之中。楚风弟弟，你就这么放过了他们？此刻，楚氏天族的不少族人也是飞掠到城墙之上，落到了楚风身旁。他们有些不解，不理解楚风为什么会放过楚红义三人。而对于众人的询问，楚风并未回答，可是他心里却清楚，在这里面根本就杀不了楚红义三人，最多只是将他们折磨至疯。但是楚风却觉得那样一来反而太便宜他们了。楚风要让他们活着，好好的活到离开祖武修行界为止，到时候他们将受到全族之人的唾弃，那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惩罚。你这小子不对劲啊，先前明明杀意弥漫，怎么此刻又放过了他们三人？就在此刻，白黎洛迈着调皮的步伐踏空而来。黎洛姑娘，真是想不到，原来你与楚风兄弟竟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关系啊！见状，东郭双雄赶忙笑眯眯地迎了上去。青羽妖族想要与白黎洛拉近关系，他东郭天族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他们也很惊叹楚风是如何与这白黎洛交好的，但是好歹现在是站在同一阵营，倒不失为一个与白黎洛交好的机会。只是面对那满面笑意的东郭双雄，白黎洛却是视而不见，就如同没有看到他们兄弟二人一般，径直地走到了楚风身前。丫头，今日多亏你了，楚风说道。虽然就算白黎洛今日不出手，楚风凭借那无形的守护阵法也可保楚氏天族众位族人安宁，但是白黎洛的出手却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所以楚风自然要谢。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姐姐我今日找你，其实是有事与你相商，不知可否方便？介意不说话啊？白黎洛对楚风说道。方便。楚风话音刚落，便感觉周围一阵模糊，阵阵狂风不断自周围掠过。当楚风稳住身形之际，发现自己已经远离楚氏天族的主城，落在了一座山峰之巅，而白黎洛就站在自己的身前。此刻，楚风看着身前的小丫头，目光不定地闪烁着。这个小丫头的实力，楚风看不透，但楚风猜测，这丫头的实力至少也要在2品5仙之上。姐姐我说话不喜欢兜圈子，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现在我有一件事想找你帮忙，若是成功了，我的修为会有所长进。当然了，这个忙不会让你白帮，因为那是一处奇地，你随我去，不敢保证你的修为能否增进，但对你的戒灵之术肯定有着不小的帮助。你也应该清楚，在这祖武修行界内，戒灵之术的作用可丝毫不弱于修为，甚至还要更甚之。白黎洛对楚风说道。是什么地方？要去多久？楚风问道。什么地方还不能告诉你，去多久也不确定，你只要告诉我去还是不去就行了。白黎洛撅着小嘴的模样甚是可爱，可是他的态度却很是强硬。而面对这样的白黎洛，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说道。去，那好，我们走吧。白黎洛说道。现在便去。楚风有些惊讶，没想到白黎洛如此之急。你还有事？白黎洛问道。倒是没什么事，但总不能就这么走了，要与族人交代一下。况且东郭天族的人特意来帮我，我还没与人家打过招呼，所以好了，我知道了。楚风话还未说完，白黎洛便不耐烦来到白了他一眼。随后楚风便感觉周围又是一阵模糊，而当一切恢复正常之际，他便已然回到了主城的城墙之上。眼下不仅楚氏天族的族人尽在，东郭双雄也并没有走，但是白黎洛却并没有再现身。楚风知道他一定就在附近，是他把自己送回来的，而他没有现身，想必是不想现身吧。今日真是多谢两位了。楚风回来后便对东郭双雄进行道谢，虽然
东郭双雄此次对楚氏天族并未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东郭双雄肯出手，却也代表了东郭天族的态度。此次能与东郭天族有和解，倒也是楚风所愿，自然不能冷落了这二人。咱们乃是自己家人，这种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至于当初我们与楚氏天族断绝关系，其实只是因为那个楚弘毅。若是当年做出那些事的人肯早点认错，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些年对楚氏天族的境地置之不理。说到底，还是楚氏天族内像楚风弟弟这样的明白人太少了。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东郭天族并不欠我楚氏天族的，而东郭天族肯在我楚氏天族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这份恩情，楚风铭记于心。他人我楚风不能代表，但我却能够代表我自己。从今日起，我楚风定会与东郭天族荣辱与共。”楚风说道：“好，有楚风弟弟此话，那我东郭天族也定会与楚氏天族荣辱与共的。对了，楚风弟弟，果断10日便是祖武修行界的新秀庆典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东郭天族的老大说道：“新秀庆典，我楚氏天族这次能参加了吗？”听得新秀庆典4个字，楚平则是面露惊色，一脸不可置信地询问起来：“这件事包在我东郭天族身上吧？”东郭天族的老二拍着胸脯说道：“真是有劳了。”楚平一脸感激，乃是一家人，就不要见外了。东郭天族的老大笑着说道。随后，东郭双雄又简单的与楚风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楚平大哥，这新秀庆典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见楚风询问，楚清、楚浩言以及楚环宇也都凑了过来，毕竟他们都听得出来，这所谓的新秀庆典应该是与他们有关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所谓新秀庆典，的确就是为楚风他们这些刚刚进入祖武修行界的人所举办的。因为祖武修行界的特殊力量，如楚风他们这些刚刚进入祖武修行界的人，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但他们这些人聚集到一定的人数，便会在祖武修行界的主域内召唤出一座阵法，那座阵法是可以用来修炼的。正因如此，每当有新人进入祖武修行界，主域都会举办这场新秀庆典。但是，这所谓的新秀庆典，却也不是所有刚刚进入祖武修行界的新人都可以进入的。东南西北4个区域，每个区域只有10个势力有这个资格进入主域，带着各自的新秀参加那新秀庆典。东域之内势力如此之多，楚氏天族的实力自然也就没资格进入主域。别说是与东郭天族闹僵之后，就算和东郭天族闹僵之前，楚氏天族也没有这个资格。不因别的，只因楚氏天族的实力实在太弱，就算东郭天族想帮忙，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行。所以哪怕是东郭天族与楚氏天族交好的时候，东郭天族也从未帮楚风争取过这个资格。但现在东郭天族居然愿意帮忙了，这让楚平很是意外，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激动。虽然我们没能进入过主域，也未曾见识过那星宿阵法，但我却听闻那星宿阵法力量很强，对你们这些刚刚进入这祖武修行界的新人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双双妹妹，楚风弟弟，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楚平说道。这星宿庆典的举办的时间是何时？楚风对楚平问道，因为他也不确定此次与白梨落离开会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楚风是想知道自己来不来得及。放心吧，姐姐，我一定让你赶得上那星宿庆典。就在这时，白梨落的声音忽然在楚风耳边响起。果然与楚风猜测一样，白梨落其实一直在楚风身边，只是并没有现身罢了。而感受到了白梨落的急切后，楚风也不再与楚平等人叙旧，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在他离开这座的时候，不要离开这座主城，因为楚风离开之前会张开守护大阵，这守护大阵可保他们安宁。而若是换做其他人对楚平他们说这种话，打死他们也不会信。但是楚风所说，他们却是深信不疑，因为事到如今，楚风从未骗过他们。将一切交代完毕之后，楚风便与白梨落离去，而楚氏天族的众人也是乖乖待在主城之内。此时此刻，主城之外便唯有焚野妖族的众位族人，他们已经丧失了意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四下窜动。不，除了焚野妖族的族人之外，还有一道身影，那是一道黑色的影子，没人看得到他，也没人察觉得到他，甚至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什么。当楚风与白梨落走后没多久，那黑色的影子也离去了，但他并没有尾随楚风和白梨落，因为他所前往的方向与白梨落和楚风相反，他是向青羽妖族所在的方向而去。白梨落带着楚风一路前行，飞掠了许久之后，在一片大山之中落了下来。这片大山没有一草一木，一眼望去，所有山峰皆被冰雪覆盖，这里狂风嘶吼，白雪漫天，哪怕楚风这种境界的修武者落在此山之中，也能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此处之冷，修武者都难以承受，也难怪此处看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我的楚风弟弟，欢迎你来到整个东域最危险的区域——冰封境界。白梨落张开双臂，转身望向楚风，他口中之意，此处很是凶险，但是他的表情却是一脸兴奋。所以呢，这里到底有什么？楚风问道。这里有的一定会让你感兴趣，但是你需要帮我才能得到他们。不过你现在的戒灵之术有待提升，所以我决定先把你帮我的酬劳交给你，然后再让你帮我，否则只凭你现在的实力，你怕是也很难帮到姐姐我。白梨落话到此处，脸上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随后只见其手指向下一指，其脚下的冰川开始塌陷，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洞出现在了这山巅之上。随我来。白梨落娇躯一纵，便落入那笔直的深洞之中，而楚风也没有丝毫犹豫，紧跟着白梨落便跃入了其中。楚风并不怕白梨落会害他，因为白梨落若是想害他，这来时的路上，甚至在主城外青羽妖族准备收拾楚风的时候，他便可以对楚风出手。所以尽管与白梨落相识不久，甚至对于白梨落楚风还很不了解，
但是楚风却很信任这个小丫头。这个洞很深，直通得底深处，哪怕楚风与白黎落的速度，也过了好一会，双脚才终于落地。当落地的那一刻，楚风的心跳顿时加快了些许。他不仅目光谨慎地观望四方，就连平日里面对生死也能从容的他，此刻竟然有些紧张了。楚风所在之地后方乃是岩壁，而前方则是一片黑暗，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穿，那是难以洞穿的黑暗。就莫说其他观察的手段了，若只是黑暗，自然不会让楚风紧张。楚风之所以紧张，源于自那黑暗之中不断传来的道道声音，痛苦的哀嚎声，悲伤的哭泣声，愤怒的咆哮声，以及吞噬食物的咀嚼声，还有利爪插入岩壁狠狠划过的摩擦声。甚至楚风还能感受到那股压迫的他汗毛竖起，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气息。此时此刻，楚风只有一种感觉，前方的黑暗之中隐藏着无数只比自己强大的鬼怪，随便一个都可将自己撕成粉碎，取走自己的小命。这一刻，楚风已经开始意识到，为何白黎落会说这里会是整个东域最危险的地方了。我的楚风弟弟，你发什么呆呢？快跟紧，姐姐我！就在楚风愣神的功夫，白黎落的声音自黑暗中传来。白黎落距离楚风并不远，也就几十米的距离，但是楚风却看不见他，因为楚风的可视距离只有10米而已。要知道，如今的楚风可是8品天仙，拥有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实力，甚至移山填海也不过是意念之间的小事。哪怕连绵数千里的山脉，楚风随手一挥也可夷为平地。莫说下界，就算是在凡界，以楚风的实力也宛如神灵，可以做到真正的毁天灭地。可是眼下，在这片黑暗之中，楚风的可视距离竟然只有区10米，多一寸他都是看不清。此处之可怕，已是无需多言，这里蕴藏着楚风难以抗衡的力量，这绝对不是寻常的修武者可以进入的地方。喂，丫头，那里边传来的声音应该不是错觉吧？楚风笑着问道。当然不是，那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生命。白黎落说道。真实存在的生命，那些都是活物，不是阵法所化。楚风问道。当然不是，不然你以为这里叫做冰封境界？白黎落说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怪物都是被封印在这里面的？这冰封境界本就是封印怪物的牢笼。楚风问道。该怎么说呢？其实与你说的差不多吧。白黎落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忍不住倒吞了一口口水，随后咧着嘴说道。那我们不进去行不行？不行，快过来。白黎落说话之间，楚风便感觉一股磅礴的吸力自白黎落的方向传来，与此同时，自己更是被那吸力向黑暗之处拖去。好在只是前行了几十米，楚风便停了下来。这一刻，楚风觉得他距离那些可怕的怪物更近了，但是好在白黎落就在身旁。虽说白黎落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模样，但是看着她在身旁，不知为何，楚风那紧张的情绪倒也缓和了不少。尽管楚风也不愿意相信，可白黎落这个小丫头却是给了自己足够的安全感。看把你吓的，别害怕，跟着姐姐走，那些东西伤不到你。白黎落对微微一笑，随后便向前走去。见状，楚风也赶忙跟了过去。一路前行，楚风所能看到的距离依旧只有10米，但是大概走了几千米后，楚风便感觉他已经进入了那群怪物的中心区域，因为那可怕的声音不再只是自前方传来，在楚风的前后左右都能听到那恐怖的声音，并且是如此之近。楚风推断，一路走来，距离他最近的一只怪物只有100米距离。修武者可在万米之外凭意念杀人，100米距离，这简直就是取人性命不费吹灰之力的距离。但是奇怪的是，楚风一路走来，并没有感受到一只怪物的杀意。虽然这些怪物戾气十足，甚至个个都是残暴成性，但却并没有对楚风动杀意，这不合常理。这些怪物既然是活生生的存在，又被封印在此处，那应该都是残暴之徒，不可能如此的和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对自己动手，应该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便是白黎落。是因为白黎落站在这里，那些怪物才没有对楚风动杀念。想到这里，楚风将目光投向白黎落，这才发现自这群怪物中央而过，白黎落竟始终面色不改。见此情形，楚风心中一动，他忽然觉得这个小女孩怕是比自己想的还要不简单。甚至此刻，楚风已经不能够确定这个小丫头她到底是不是人。又走了一段路之后，那些怪物的咆哮与嘶吼开始被楚风甩在身后，并且越来越淡。楚风知道他应该已经渐渐远离了那群怪物所被封印的区域。然而直到那群怪物的声音彻底消失，可是白黎落仍在缓步前行，他并没有停下的意思。楚风也不知道白黎落究竟要去哪里，但他也没有多问，而是安静地跟在身后。就这样又走了许久之后，白黎落才忽然止住步伐。到了，白黎落说道。到了。楚风有些诧异，因为此处依旧是漆黑一片，他所可视的距离依旧只有10米，10米之外漆黑一片，同时也是寂静一片。这种寂静很是诡异，令人不安。最主要的是，楚风并未发现这里与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忽然，白黎落俯身在地，他单手捏诀放于胸口，另一只手则是按在了地上。当其掌心落地之后，白黎落的身上开始散发出白色的光华。白色的光华一经出现，这周遭方圆1000米之内皆是被照得如白昼一般明亮。见此情形，楚风心中一动，一抹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为了破解这周遭的黑暗，楚风什么手段都用过，可是全都没用。但是这个小丫头随便往地上一拍，竟然把这周遭照耀的灯火通明，这察觉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并且此刻楚风能够看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普通的岩洞，竟是一座宫殿之中。脚下所踩看上去虽如普通岩石，可是宫殿的墙壁以及周遭的建筑也皆是非常的精致，那可不是寻常的界灵师可打造得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宫殿内的一切都是坚不可破，至少以楚风的实力难破分毫。
此处绝对是一个极其强大之界灵师大师的手笔。然而就在这时，阵阵崩碎之音传来，楚风顺身观望，眼中不由流出惊叹之色。脚下那坚不可摧的岩石竟然出现了裂痕，并且那裂痕仍在蔓延，而这一切都是白黎洛所为。白黎洛竟然强大到可以击碎此处的岩石。不对，但很快楚风又意识到自己先前猜错了。那岩石虽然的确正在破碎，可是它破碎的很有规律，甚至是以一种特殊的阵型碎裂的。这不是白黎洛击碎的，而更像是某种机关被白黎洛所开启了。猛然间，道道金灿灿的光华自那裂缝之中渗透而出，那宛如具有灵性。跃出之后，相互盘旋，交错之间，竟构成了一座阵法。准确来说，那更像是一座大门。就在这时，白黎洛身上的光芒又有所变化，与此同时，那门也开始变化。原本紧闭的大门竟然打开了。透过此门，楚风能够看到门内是一个结界空间，结界空间内无数神兽奔走其中，有龙有凤，还有各种珍奇的存在，它们栩栩如生，宛如真实存在。但楚风却能够感觉到，那些皆是强大的结界之术所化。准确来说，乃是结界之力所化。如果说修武之道是修武者所突破修为的关键，那么这些结界之力所化的珍奇猛兽，便是界灵师突破修为的关键所在。若能领悟，定能突破，还发什么呆？进去吧！白黎洛对楚风说道。你不进去？楚风问道。对我没用，你进去吧！白黎洛说道。紧接着又催促道。别墨迹了，快进去！姐姐我开启它，可是要耗费不少力量的，别让我等太久。好。见状，楚风也不再犹豫，身躯一纵，便掠入了那空间之中。楚风进入其中，那入口的门便关闭了。楚风宛如被困在了此处，而这里面这些猛兽也是发现了楚风，一个个都将目光凝聚在楚风身上，眼中有着不善之色。但楚风好歹也是身经百战，所以他并未慌张，而是盘膝而坐，闭上双眼。楚风此行此举，从表面来看，就像是在无视这群猛兽，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楚风所为乃是收服这群猛兽。当他盘膝而坐后，楚风的体内便开始释放出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很快便覆盖了整个空间。楚风的结界之力在影响着那群猛兽。很快的，那群猛兽看向楚风的目光开始变化，从不善变成了警惕，紧接着又变成了观察。忽然，一条蛟龙目光变得友善，友善又化为了信任。只见其龙尾一甩，它竟向楚风飞掠而去。身躯巨大的它靠近楚风之后，便化作一缕光华，被楚风吸入了体内。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猛兽开始向楚风飞掠而去，哪怕是那巨龙也不例外。眨眼之间，这群猛兽便全部被楚风所吞噬。与此同时，楚风心中也是窃喜，因为没有一只猛兽进入他的体内，他的精神力都会增强许多。与此同时，他的结界之力也会随之增强。伴随着那些强大的猛兽融入体内，楚风可沟通的结界之力已经达到了一种很强的地步。楚风甚至觉得他已经可以沟通蛇纹级尊级结界之力，而只要楚风能够成功的沟通到蛇纹级尊级结界之力，那么楚风便将成为蛇纹级尊袍界灵师。楚风并未犹豫，而是开始尝试去沟通蛇纹级尊级结界之力。快与我缔结契约！你这家伙不要浪费时间。然而楚风刚刚沟通到蛇纹级结界之力，便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映入耳帘，是那只来自修罗灵界的女界灵。楚风之前突破结界之术之时，也都听到过这个声音。这是一只强大的界灵，她的修为至少在天仙境，甚至有可能更强。楚风不明白她为何想与自己缔结契约，并且态度还是如此的强硬。你究竟是谁？为何要与我缔结契约？楚风询问道。他总觉得对方乃是别有所图。我想为你效力，不要浪费时间。若是有我相助，定可帮你扫平敌手。那界灵的声音再度响起。我凭什么相信你会帮我？你的实力比我还强，万一对我不利怎么办？楚风问道。我若与你缔结契约，当我在你世界之时，你我便是生死一体，你生我便生，你死我便死。我若杀你，等于杀我自己，我岂会如此做？混账！莫要再拖延时间，你这该死的阵法又将封死你我的联系了。快让我追随于你，快与我缔结。那只女界灵的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淡，甚至她最后一句话还未说完，她的声音便彻底消散了。胆敢骂我混蛋，一看就是别有居心，哪里像是要追随我的样子？楚风心里嘀咕道。但很快他又神色一动，暗道：我的阵法。他的意思是说，是我的阵法强行封锁了他与我的联系。怎么回事？莫非是娘亲的手段？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为何要用阵法封锁想主动与我缔结契约的界灵呢？楚风陷入沉思。若是与界灵之术有关的阵法，那应该就是他娘亲留在他身上的。但楚风却不明白他的娘亲为何要这样做。哎呦！忽然楚风感觉身子一歪，他竟摔倒在地。楚风睁眼观望，这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那座结界空间，而白黎洛就站在他的身旁凝望着他。看来是白黎洛强行将楚风从那结界空间给拽了出来。成功了吧？白黎洛对楚风问道。我再试试。楚风赶忙起身，随后意念一动，道道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那金色的结界之力依旧璀璨耀眼，只是比以往更强了。之所以变强，乃是因为那结界之力内的纹路，那纹路宛如蛇一般，此乃蛇纹。蛇纹级尊级结界之力，楚风现在已经是蛇纹级尊袍界灵师，看来是成功了呢。楚风笑着说道。不错嘛，我的弟弟，你炼化那些力量的速度可比姐姐我预想的要快。但是你既然都炼化了，又在发什么呆？白黎洛问道。没什么，楚风淡淡的笑道。可是很快楚风注意到白黎洛的小脸竟然有所变化。白黎洛的肌肤一直很白，可是此刻的白却并不正常，那是惨白。不仅脸色惨白，在白黎洛的脸上竟然还有冷汗，甚至就连他的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哪怕他的声音也是有些虚弱。
就连他身上散发的白色光华，竟然也暗到了不少，不再像先前那般明亮。你这丫头，是因为帮我催动那座阵法，所以楚风有些心疼，也有些惭愧。他知道白黎洛应该是催动那座阵法，耗费了自己太多的力量，所以才会这般无碍。这都是小问题，需要一点时间便可恢复。但是你若不能突破戒灵之术，怕是难以帮我。好在你还算争气。白黎洛说完此话，便盘膝而坐，他的呼吸变得起伏，那是一种特殊的规律。而这种情况下，他那虚弱的感觉也在渐渐消散。白黎洛的确是在恢复，但是他恢复的速度很慢。过来足足10个时辰之后，白黎洛才睁开了双眼。此刻的他身体也不再颤抖，就连气色也是好转了不少，但实际上却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好了，走吧，接下来你可要好好帮助姐姐我哥。白黎洛一副已经痊愈的样子，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看到白黎洛这个样子，楚风也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白黎洛应该是比较着急得到他想要的，所以才会这么急切的出发。随后楚风便与白黎洛向来时之路返回。丫头，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说。途中楚风白黎洛说道。什么问题？你先说说看。白黎洛问道。你这个丫头来自哪里？楚风问道。哎呦，你这小子不乖啊，怎么能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呢？不过其实倒也不上班太说，只是关于这个问题，姐姐我以后再告诉你，行吗？白黎洛对楚风说道。好。见状，楚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其实这种事，对方如果不想说，楚风再怎么问也没用。但楚风却觉得白黎洛这个丫头，也许有朝一日会愿意告诉自己真相。在向返回的途中，白黎洛的速度依旧很慢。楚风觉得白黎洛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楚风并未多问。而一番颇为漫长的赶路之后，楚风与白黎洛终于原路返回，回到了那漫天冰雪的山巅之上。黎洛姑娘，你总算出来了，我们可是等你等得好苦啊。然而楚风与白黎洛刚刚回到山峰之巅，便有一道声音传来。此刻楚风注意到，在他们的周围竟然全部都是青羽妖族的族人，不仅青羽凤鸣以及青羽云龙，还有青羽云虎。在这群人之中，还有一位比青羽云龙以及青羽云虎还要强大的存在。先前那句话便是此人所说，而此人不是别人，自然便是青羽妖族这群小辈中的首领青羽瑞泽。而看到青羽瑞泽等人后，白黎洛则是眉头微微一皱，随后问道：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交代。青羽瑞泽说道。交代？什么交代？白黎洛问道。黎洛姑娘，你身为我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却当着那么多人面收拾我青羽妖族的附属势力，呵斥我青羽妖族的族人，帮助我青羽妖族的对手，你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怕是没办法向我的兄弟们交代啊。青羽瑞泽说道。我若是不给你们一个交代呢？白黎洛问道。那我怕是不能让你安然的离开此处了。青羽瑞泽说道。听得此话，白黎洛的嘴角则是掀起了一抹冷笑，随后对青羽瑞泽说道。青羽瑞泽，你把先前的话再说一遍。白黎洛，你莫要猖狂，我知道你有些本事，可我青羽瑞泽也绝对不是。青羽瑞泽话还未说完，白黎洛便大袖一挥，一时之间狂风大作，风雪漫天，那白色的雪花竟然浓密到连楚风的视线都看不清。不过好在那凶猛的狂风以及漫天的飞雪只是存在一瞬间，便渐渐消散。当那诡异的风雪消散之后，这片天地仍是大雪纷飞，只是此刻的雪花只是正常的天地变化，而先前的漫天风雪则是一种恐怖的手段。此一刻，就连楚风也是目光一动，楚风能够感觉到那青羽瑞泽的实力要比青羽云龙和青羽云虎还要强，很有可能是2品5仙。但是眼下包括那青羽瑞泽在内的所有青羽妖族之人，竟然全部被一层厚厚的给冻住了，就如同被封印了一般，难动寸步。